老婆迷信，每天算卦。她认识了一个网红大师，花8万块钱买符挂在大门口。大师说他貌比赫本，只要按他的指导虔诚上供，定能成为国际明星。他听信大师，不仅每月上供数万元买垃圾，最后还偷光我的全部积蓄给他。又说我妈不祥，新年夜把我妈关在门外受冻。最后他说只要把我献祭，他就能出道当明星。他骗我喝下骨灰符水，令我身患怪病，痛不欲生。他和大师合力，把我勒死在家中床上，回头变卖了我家的房产，让我父母流落街头。再次睁眼，我回到了和他结婚之前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老公，咱们婚后不能和你妈住一起，婚房写我们2个人的名字，装修你出。我姐妹的婚房200平米，我们家也要按这个标准。我还得让大师帮我算一算哪种房型更好，要是钱不够，就卖了你爸妈的房子买吧。对了，我生孩子是为了给你家延续香火，所以每个月你家得打给我8万的怀孕费，我还要住最高级的月子中心。结婚后你不能再打游戏了，大师说了，男人打游戏破我的财运。老婆乌林滔滔不绝，见我恍惚，他不耐烦地推了我一把。你听见我说话没有？我正在开车，被他推得差点撞在路边行道树上。原来如此，我重生了，回到了和他去看婚房的那天。那这婚可不能结呀！在售楼处，乌林揉着太阳穴，心不在焉地听着售楼小哥的介绍，突然打断了他。你属什么？小哥一愣，属鸡。乌林皱起眉头，摇了摇头，属鸡不行啊，鸡冲我命里财运，你去让个属猪的过来。售楼小哥一脸错愕，陪着笑脸去找他的同事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稍微年长的售楼员走了过来。您好，我属猪。乌林满意地点点头，用手指掐算着，自言自语地念道，属猪的和我相生，再加上这个月的财运不错。我站在一旁看着他的奇怪举动，心里暗自庆幸重生后的机会。乌林转头看了我一眼，继续说道，你听着，婚房的布局很重要，我们得按照大师说的来选房。售楼员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问道，那您具体有什么要求吗？乌林点点头，从包里拿出一张黄纸，上面画满了奇怪的符号和线条。他铺开黄纸，指着上面的图示说，卧室必须朝东，这样能保我财运亨通。承重墙要在这里，不然会压我的运。还有，厕所要设在这个角落，不能和厨房挨着，会破坏风水。售楼员看得一头雾水，但还是点点头，记下这些莫名其妙的要求。乌林又转头看着售楼员，你们这儿有没有专业的风水师？售楼员为难地说，抱歉，小姐，我们这里没有风水师。乌林顿时变了脸色，愤怒地喊道，没有风水师怎么行？你们这样的售楼处真是太不专业了。他突然跪下，双手合十，开始对着空中磕头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大师保佑，赐我好运。我看得目瞪口呆，不知道他还会闹出什么幺蛾子。周围的看房客和售楼员们也都愣住了，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乌林。就在这时，乌林突然站起来，猛地脱掉了上衣，露出里面的红色内衣。他转头对我大喊，红色能旺我运，今天我就要在这儿试试效果。大师说这样做就能买到最好的房子。他开始在售楼大厅里大步走动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仿佛在做什么神秘的仪式。周围的人越来越多，
刚才那个属鸡的售楼小哥也走了过来，一脸尴尬地劝说道：“这位小姐，你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商量。您这样做不太妥当。”乌林警惕地大叫：“你别过来！我都说了，我今天和属鸡的人八字不合，你是不是故意要坏我运势？我实在是怕售楼处的人把我也当成神经病。”赶紧动手拖走了他。他在售楼处外面狠狠扇了我一个耳光。你疯了吗？他怒视着我，眼神充满了火焰。我可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在努力，你居然敢拖我走！我心里翻滚着怒火和无奈，但还是尽量保持冷静。乌林，你这样闹只会让别人觉得我们是疯子。乌林根本不听，继续大声嚷嚷。你知道什么？你根本不懂大师的指点有多重要。我们结婚以后，要是买到了烂房子，我们怎么过下去？一辈子都毁了。说着，他竟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开始用力地磕头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“大师保佑，赐我好运，赐我财运。”他又冲我喊：“你也跪下磕头，向大师说你无意冒犯。”我无意冒犯，我可太有意冒犯了。我这辈子就是为了冒犯才回来的。终于，乌林磕头磕够了，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，骂骂咧咧地说：“这些人真是不懂事，连个风水师都没有。今天这么倒霉，都是你害的。”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开车，咱们回家。回到住处，他迫不及待地翻看黄历。天哪，原来我今天诸事不宜，都怪你！出门前怎么不提醒我？怪我，又怪我了。他手抚着胸口，坐在沙发上，摸出了他的神经平衡治疗仪带上。这是大师1个月前卖给他的，花了2万8，名字起得花里胡哨，其实就是个破塑料框，上面嵌了几个不同颜色的灯，还没电池。得插电才能亮，什么红灯表示焦躁，蓝灯表示平静。放屁，就是主打一个随缘亮。而且插电也有理由，是保持人体和电流的流动性平衡。他享受地带着那小塑料框，我坐在他对面，回想着我的上一世，我才应该做精神治疗，研究一下我为什么会和他结婚的问题。乌林和我是大学同学，是他追的我。他是学生会主席，还是班长，和老师们关系都不错。我们交往也是教授牵的线。教授说她稳重又努力，是个好女孩，让我别错过。她确实很努力，努力从别人口袋里掏钱和资源给自己。上一世我们刚结婚，她就以独立的名义把来帮我们做饭的我妈赶出了家，但他爸他妈却每年要来我家住上半年。我质疑他一句，他就说他是天生的妈宝女。我不让他妈来住，就是不孝。我们在家中宴请参加婚礼的同事，他亲自下厨，给同事做了一桌风水调理餐，收了人家上千的彩礼。桌上的菜只有2道：金鱼炖木耳、辣椒炒土豆。我看不下去，想多点几道菜。乌林拦住了我，不行，今天只能吃金木水火土这5行的食物，如果多买，就是破坏了平衡。什么金木水火土？你傻呀？就是金鱼、木耳、水、辣椒和土豆。同事用筷子拨了一下菜。林姐，你这金鱼是观赏的那种啊？对呀，就是咱们鱼缸里的。我大惊失色，那是我几千块买来的观赏鱼。乌林见我脸色不对，不屑地夹了一块炖得黏黏糊糊的鱼头放进嘴里。别这么小气，这是为了我们家，我们所有人都没任何胃口。就看着乌林自己吃完了这风水调理餐。这还没完，他之前迷上了能量疗愈，他买了一堆所谓的能量石，硬是要把这些石头卖给我同事，说石头和他们有缘，
同事们一个个找借口跑了。第二天上班，和我关系最好的兄弟冲我抱怨：“不是我说，顾佑哥，你老婆好歹也是毕业的，怎么比我妈还神经？”的确，和他不熟的人，确实会被他这高材生的知性人设欺骗。等他本性暴露，都对他避之不及。所以他毕业后这些年，一个朋友都没有。他对此很不屑，都是因为我太优秀了，他们嫉妒我。哦，不对，他倒是有一个朋友，就是他的卜卦大师。大师名字叫陈玉竹，是个全网有100万粉丝的网红，但互动量为0。咱也不知道那100万粉丝是买了多少。乌林谁也不信，就信他。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乌林做完了塑料矿神经治疗，开始和大师打起了电话。他平时对我说话颐指气使，对大师就夹子音。打完电话，他通知我，明天晚上要请大师来家里吃饭，让我妈过来做饭。我妈是你随便差遣的？我摇头，做不了。他果然急了。为什么？上次见你妈的时候，她不是说随时找她帮忙吗？那是我妈的客气话，你还真不客气。算了，那你做吧。大师说了，他这周吃素，但他可以吃肉蛋鱼，你好好做。不是，吃素，但可以吃肉蛋鱼。你告诉我这里面逻辑呢？我不做，你要招待自己出去招待，那怎么行？我都和大师说了，我男朋友也在，你突然不见他，大师会觉得是我对他不尊重。乌林可能是自觉理亏，又可能是觉得吃饭还要刷我的卡，主动拉住了我的手臂摇晃。好不好吗？老公，最爱你了。上一世我无知，还是挺吃女人撒娇那一套的，但我明白了，他的撒娇只是为了换取更多的利益，就只觉得恶心。我挣开了他，没有回应。那我就当你答应我了。乌林开心地在我脸上亲了一口。也罢，这次不妨让我会会这位大师。结果见了面，我终于明白乌林为什么对他深信不疑了。乌林是个非常虚荣的人，用人话说，就是他喜欢别人夸他。他买一个包要花样晒1个月的小红书，吃一顿好的要写3篇小作文。上学的时候获了个奖，逢人就说恨不得把奖状贴脑门上，但他人缘太差，夸他的人不多，他很不平衡。而这个大师简直闭眼夸，从头发丝夸到脚趾甲。他最近失业，又眼高手低，找不到工作，问大师能不能帮他转运。吃素的大师啃羊排，啃得满嘴流油，一抹嘴，你呀，说实话，你在上班这条路上赚不到什么钱，你不如利用一下你外貌的优势，去闯娱乐圈，你一定会赚大钱的。乌林双眼都放光了。真的？大师诚恳地点头。那当然，没有人和你说过你长得像赫本吗？哎呦我他妈，赫本！大师，我看你全家户口本有点掉页。大师接着说，我要是你，就专心于修炼自己的美，总会有导演发现你的。乌林被哄得头脑发晕。那大师，什么时候才能有导演发现我呢？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导演快点来？大师一笑，这个呀，其实有点难办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想办法给你弄一张符。价格呢？因为咱们都是自己人，我也特别喜欢你，我一定算你便宜点。乌林惊喜地连连点头。那真的太麻烦大师了。这个时候，他才好像终于看到了我。哟，这是你男朋友吧？他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乌林替我说，他是自己创业，做游戏的。大师继续满嘴流油地啃羊排，若有所思的样子。我仔细打量着他，按照乌林的说法，这大师是全网100万粉丝的大网红，导演系毕业，和现在的娱乐圈顶流晋阳是朋友。按理说，怎么也得是个仙气飘飘的样。
结果假衣服、假裤子、假鞋、假表 ，logo 还巨大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个假货。何况顶流晋阳，可真是太巧了。那时我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，请大师吃饭后的几天，乌林明显对我体贴了不少，还主动关怀我想吃些什么。我知道，那必然是大师从他那打听出了我家底不错，想从我这里骗更多的钱。我不由得感谢重生的时间点，如果是婚后，还真麻烦了。我连夜转移银行卡里的钱，把给乌林开的亲密付那张卡里的钱转的只剩30，然后马不停蹄地退掉了婚纱照和婚宴。毕竟上一世刚结婚2个月，乌林就听信大师的话去炒股，赔了20几万进去，又额外花了20万买了一张他给的符，说能回本。我当时和他吵，他反过来说我赚钱少，如果不是我穷，他也不会去炒股，把我气得几天没睡着觉。现在我才不管他，好，买，我双手赞成他买，多买点。乌林全然不知道这婚我不打算结了，还在研究婚礼的敬酒服。一天我没去上班，在卧室里睡觉。乌林吃早餐回来，不知道在客厅，不知道给谁打电话。大师给我和我老公算了合盘，说是我们很配，他能够成为我发财的助力。乌林的声音在客厅里回荡，带着明显的得意和自信。说真的，要不是他家里条件不错，我还真不愿意和他在一起。你看他那样子，又木讷又无趣，完全没有男人味。乌林的语气变得不屑，还好大师给我指点，不然我真要浪费青春在他身上了。大师还说了，他的财运会在接下来几个月里大涨，我这次可真是赚到了。等他赚了大钱，我就立刻给我爸妈买几套房子，让他们过来住。到时候，哈哈，我还需要他干什么？哦，对了，大师还说能把我介绍给晋阳认识呢，说我俩能一起拍电视剧。乌林的声音带着不可抑制的兴奋。我其实没有想过进娱乐圈，但大师说我长得像赫本，还说我和晋阳的星盘特别合适，我们俩一定能成为黄金搭档。他的声音充满了自信和期盼。哈哈，我可不是自夸，但我真觉得我和晋阳在一起特别配。我这张脸，这身材，哪一点不比那些娱乐圈的女明星强？他得意洋洋地说道。晋阳是个颜控，要是能见到我，肯定会被我迷住。电话那头的人似乎在附和他。乌林更加得意，你等着看吧，我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，让晋阳爱上我。好啦，我不和你说了，我要去找大师，他说会给我一个好运锦囊。我听到了关门的声音，赶紧爬起来给晋阳打电话。这孙子平时人模狗样的跑通告，起得比驴还早。我平时也不太好意思打扰他，当偶像也真不容易，天天被一些颠婆贴脸开大。他现在应该是在剧组待机。电话接得很快，我开门见山，兄弟，我问你，你认不认识陈玉竹？他妈还真认识。操，那个傻逼！晋阳出口成脏。晋阳告诉我，之前他还没那么红的时候，陈玉竹曾经混进一场晚宴，拉着现场所有有点名气的人和他合影，转身就说他们是他的朋友和客户。晋阳的公司给他下了几张律师函，他理都不理。而且晋阳他爸就是搞这些风水学的，最看不上这些靠玄学招摇撞骗的人，说现在傻子太多，骗子不够用了。受骗的不只是老年人，反而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成了骗子的主要收入来源。这说的还不就是乌林？乌林本来还在找工作，这下信了大师说的话，完全在我租的房子里躺平了，每天就是化妆拍照，
做当明星的春秋大梦。而我呢，我当然是鼓励他呀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乌林的一级舔狗。他问我她美不美，我点头如捣蒜，美美美。问我身材好不好，我疯狂鼓掌，太好了，你明天就走维密。问我说话语调要不要多练习，好未来应对采访。我给他捶肩，我觉得你已经很优秀了，不过如果你愿意练习的话，我陪你练。在乌林看来，我的舔狗表现无疑是我怕他当了大明星之后不要我，现在对他献媚讨好。他就是这么个人，别人对他不好，他说要害他；别人对他好，他说对他图谋不轨。他兴奋地把大师朋友圈里的福的照片给我看，问我买哪个。这个呢，是保佑我越来越美的；最左边这个是保佑我今年可以发财的；最右边这个我已经买了，我觉得超级灵。他保佑你会越来越爱我。他亲密地搂着我的脖子，你是不是越来越爱我了呀？我嘴角都在抖，还要努力对他微笑。对，那老公，你说我买哪个呢？既然都有用，你就都买了吧。真的，是不是有点贵了？不过这两个也蛮便宜的，才6万呢。他手指一点，就刷了我的亲密付，接着就弹出了余额不足的提示。我假装不知情地告诉他，可能是货款还没回，让他先用自己的卡付。他不满意地皱起了眉。啊，花我的钱啊，你那意思呢，大姐？装都不装了呗，大姐。他犹豫了很久，可能还是觉得这幅太划算了，心不甘情不愿地用自己的钱买下了它，还不忘了给我来一句：那等你货款回来，你要转给我呀，我的钱是要买自己的东西的。好，他似乎很满意，又继续翻看他的黄历。你今天得去拜佛，大师说了，今天你需要做点善事，才能把我的不顺利化解掉。拜佛？我还要去公司开会呢。开什么会？拜佛重要还是你的工作重要？他眼睛一瞪，显得非常凶狠。我强压住内心的愤怒。好的，我去拜佛。他点点头，满意的笑了。这就对了，记得多捐点香油钱。大师说这样才能积福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又发了新的疯。老公，我要去做个美容手术，这样才能更漂亮。你得给我出钱，不多，也就50万左右。50万？我哪有这么多钱？紧张什么？你不是有存款吗？再说了，为了我变得更美，这点钱算什么？就算你没有，你爸妈不是有吗？让他们给我，他们那么大岁数了，还能活几年？要那么多钱做什么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露出一个笑脸。好的，我去找他们要。在我开始好奇乌林还能憋出什么屁的时候，一天下班就看到他正坐在地板上哭闹。他看我进来，马上指着我：你们这一家骗子，你们骗了我2年，如果不是大师，你们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结婚后吗？我莫名其妙，大师又和他说什么了？他狠狠瞪着我：顾佑，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弱精？我还怎么生孩子？如果不是大师好心告诉我，你们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不是我弱精。我愣住了，这大师居然还做起了医学诊断。他大声嚷嚷：你别装傻，大师昨天给我算了一卦，说你精子活力不够。我怎么这么倒霉，遇到你这么个窝囊废？他越说越激动，从地上跳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你就是个骗子，你们家都是骗子！要不是大师提醒我，我还蒙在鼓里。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你害得我这2年白白浪费青春。你知道我为了你放弃了多少追求者吗？我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。乌林，你听我说，大师的话不能全信，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他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，尖叫道：你居然还不相信大师？大师可是算得一清二楚，你就是不敢面对现实。
你这个软蛋、废物、窝囊废，到时候结了婚，你会承认你有问题吗？不会，人人都要骂我是不会下蛋的母鸡，这都是你们预谋好的吧？这婚我不结了。我的天，还有这种好事？好啊！我一摊手，乌林明显愣住了。不结婚好啊？那这房子是我租的，你现在搬走吧。不，我意思是，你不想治一治你的弱精吗？你家香火还要靠你来延续呢。大师说他愿意卖给我符水，你只要连喝1个星期就会好的。我其实不介意。乌林的态度马上软下来。没事啊，我就是个平民百姓，家里没有皇位继承。你要是愿意生孩子，你就去找别人生吧。谁愿意生孩子？生孩子都是男人受益，女人吃亏。对呀，我哪敢让你吃亏？我抱着双臂站着，所以赶紧搬出去吧。顾佑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乌林气得浑身发抖。你以为我愿意和你住在一起吗？要不是为了你，我早就过上好日子了。你欠我这么多年，现在得加倍补偿我。我皱了皱眉头。补偿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他冷笑一声，仿佛自己是个胜利者。你欠我2年的青春，你得赔我，还有这房租，你也得还给我1半，不然我就告你欺诈。我忍不住笑了。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这房租是我一个人出的，你住了2年，倒要我还给你1半。他气得直跺脚，但显然这是他不占理，只能狠狠地瞪着我。我轻笑一声，把他的行李箱拖出来，放在他面前，慢走不送。我看着乌林转发的大师的朋友圈，留了个心眼，把他那所谓的符转发给了晋阳，让他那个懂风水的爸帮我看看，这到底是纯粹的鬼画符还是什么东西。他爸看完沉默了，他说：陈玉竹这所谓的网红大师，他放在网上的所有符都是胡说八道，但偏偏就是这一张里面真有东西，也可能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让他碰对了。这符是大凶之符，如果我真的像乌林说的那样喝下了这符水，我的身体会每况愈下，在1年内暴毙。我出了一身冷汗，所以上一世我喝下的就是。原来如此，看来重生之后该发生的关键事件一定会发生。上一世是他把这符水掺在我的保温杯里，让我在不知情的时候喝下。这一世，这符水居然成了治我弱精的药。晋阳他爸接着说：真正有所修为的人不会敢随便给人卜卦，人未知的东西太多，无知无畏的人早晚栽大跟头。我问：怎么让他快点栽跟头？我早就知道。乌林从恋爱开始就把一定要为我生孩子这句话挂在嘴边，来彰显自己和那些自私的表示绝对不生孩子的女生的不同。其实他早就打定了主意，要用生孩子这件事绑住我。她还没怀孕，就敢开口找我要每个月8万的妊娠费，以后生了孩子还了得？真的很可笑。她从农村出来，考进大城市高校，好好找个工作，必然能在这城市落脚。竟然如此短视，她从毕业之后就硬要和我同居，说是做结婚前的准备，其实就是为了不交房租。现在被我赶出去，她倒是十分硬气地收拾东西搬走。然而她现在没有工作，之前的收入全用来买了大师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倒要看看她住在哪里。没几天，就有同事告诉我，他看到乌林和另一个男人亲密地走在一起。我都不用想，是不是满身 logo 的秃头？果然，他去找大师了。他的朋友圈里也晒出了几张照片，应该是大师的家。那房子破得像刚有人在里面放过火一样。我也奇怪，按理说大师也骗了不少钱，怎么住成这样？可能乌林自己也住不下去了，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
意思是让我对他道歉，请他回去。我就知道，我这样一个钱包，他不把我掏空，是不会轻易罢休的。也罢，我既然说这一事要做舔狗，当然就合他的意。我拿起手机，拨通了乌林的电话，铃声响了几声后，他接了起来，语气里带着一些急迫：“怎么，想道歉了吗？”乌林，我错了。我压低声音，尽量显得诚恳一些。之前不该那样对你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回来吧。看来乌林早就受不了了，马上就顺坡下驴。那好吧，我原谅你。当天晚上，乌林就回来了。我趁热打铁，马上对他说起上一次的话题。我想过了，我认真地说道。其实你一直想为我生孩子，这个愿望我也希望能实现。不过，我的身体状况你也知道，不是那么容易。乌林皱起眉头，显然他没想到我会主动提起这件事。你是说，在你离开的这几天，我反省过了，我也咨询了一位大师，他告诉我，如果你收养一个夭折的胎儿的灵魂，就是在做善事，能够帮助我们生孩子。这个方法是晋阳他爸说的，收养夭折的胎儿，俗话说就是养小鬼。他爸说，养小鬼看的是主人的心，如果人心是善良的，那鬼胎便也不会害人；如果人心不古，那鬼胎也将反噬到主人身上。我什么都不会做，就看乌林自己了。乌林马上去咨询了他的大师，回来后十分兴奋：“老公，你果然没骗我。大师说了，这是个好办法。我已经让大师去帮我找符合条件的胎儿了，而且他还说，养这样一个孩子，还能助我早一点进娱乐圈呢。”乌林之所以这么想生孩子，也是因为大师告诉他，要在25岁之前生产，才能保他一生美丽。孩子的能量可以一生滋养他，反之，他的能量就会一直流失，多么可笑！连孩子都是他私欲的工具。我对这些事还是有点畏惧，所以在乌林打电话说他把婴儿带回家的那天，我立马溜之大吉。自求多福吧您嘞。我去了我在国外新投入的分公司，乌林还是住在我租的房子里养那胎儿，做他进娱乐圈的春秋大梦。他每天神神叨叨的在朋友圈发各种照片，今天说宝宝喝了可乐，明天说宝宝要吃蛋糕。他看起来极其投入，仿佛那个所谓的鬼胎真的是他亲生的孩子。一天，乌林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视频，视频里他正对着一张婴儿床喃喃自语，手中还拿着一个小蛋糕。他一边喂蛋糕，一边说，宝宝要多吃点，才能帮妈妈实现愿望哦。傻子都知道，躺在床上许愿，却什么都不做，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。他的股票大跌特跌，他妈妈也卧病在床，他自己赶回家中照顾妈妈。1星期后回来，发现那鬼胎滚在了地板上，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，他吓得当场跌坐在玄关。而在这个时候，他的大师却不见了踪影。他注销了所有社交账号，发消息打电话都不回。乌林着急地联系我，问我知不知道大师在哪里。我知道，因为新闻上刚好出现了他的名字。一位自称揭露了某网红大师真面目的记者曝光了一段偷拍的视频。视频中，这位大师正在和几个同伙分赃，言谈间全是对那些被骗者的嘲笑和讥讽。他就是陈玉竹。我平静地看着新闻，让乌林也打开电视。乌林可是我的大客户啊，我就没见过这么蠢的人。我说什么，他信什么。可惜呀，我没从她男朋友那撬出来更多的钱。你不知道，她那男朋友有钱得很。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，然后乌林崩溃的声音传了出来：“这不可能，大师怎么会是骗子？这一定是假的。”我忍住笑意，
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严肃一些。乌林，他真的是那个人吗？会不会是同名？乌林的呼吸急促起来。可是，我一直都相信他，他怎么可能骗我呢？这段时间我一直听他的，做了那么多事情，这都是你的错，你让我相信他的。我早料到他会迁怒于我，但此时我的内心却异常平静。是啊，是我让你相信他的，还有那小鬼，也是我让你养的。如果是从前，乌林早该对我破口大骂，但这个时候，他似乎没了任何办法，只能牢牢抓住我这唯一的救命稻草。乌林哽咽起来，声音中带着绝望：“老公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我会好好出去工作，我不会再对你乱发脾气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你可别什么都听我的，到时候错了，你又来找我算账。”乌林的声音更加颤抖：“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真的需要你，我不能一个人面对这些，我会改的，我真的会改的。”我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考虑他的话。好吧，乌林，我会给你一个机会，但你得答应我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彻底改变，不能再轻信任何人，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大师。乌林连连点头，虽然我看不到，但他的声音充满了急切。我会的，我一定会的，老公，谢谢你，我真的会好好改的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摇了摇头，他还是那么容易受骗。我答应了他，我会在1周内回国，但事实上，我这边的生意如鱼得水，压根没有时间回去。我直接拉黑了他的全部联系方式。房子到期，他被房东赶出了门。晋阳告诉我，大师给他的所谓鬼胎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娃娃。小鬼之说本就是玄学，何况那大师压根也没本事接触到这些。至于乌林那段时间持续倒霉，只是巧合而已。大师的骗局最终被揭穿，他被警方逮捕，并判处了有期徒刑。新闻里播放了他被抓时的画面，他那曾经高高在上的模样已经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狼狈不堪的样子。而乌林呢？听我的同事说，他似乎回了老家，但没多久，又有朋友告诉我，他因为之前得罪了太多人，圈子里都对他避之不及，校友会也早就拉黑了他，他身无分文，只能靠当保洁工勉强为生。他曾经的梦想和野心，如今都变成了笑话。1年后，我带着我怀孕的未婚妻回国去见我父母。我开着劳斯莱斯行驶在路上，在等红灯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个身影，那是一个穿着破旧衣服的女人，她的头发乱糟糟的，脸色苍白，眼神空洞，嘴里喃喃自语，仿佛在跟自己对话。她弯下腰，翻找垃圾桶里的瓶子和废品，不时抬起头四处张望，仿佛在寻找什么。我仔细一看，果然是乌林。未婚妻注意到我的表情变化，奇怪地问道：“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”“没事，只是在看一个人。”他也看向乌林，叹了口气：“你看他多可怜啊，我们要不要帮帮他？”我摇了摇头：“不必，明天我转告秘书，送一本黄历给他。”乌林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，目光一下子变得疯狂起来。他抬起头，嘴里开始喊着我的名字：“老公，是你吗？你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”乌林跑到车前，被红绿灯的车流挡住了。他疯疯癫癫地在马路边喊叫，试图靠近我们的车，但被来往的车辆吓得踉跄后退。我理都不理，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眼中毫无波澜。绿灯亮了，我踩下油门，劳斯莱斯缓缓启动，车子驶离了那个路口。乌林的身影在后视镜中渐渐消失。人生本就是如此，有人飞黄腾达，有人坠入深渊，而乌林的结局
只不过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罢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